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百威 TW1063的維修隊長，也就是08動畫的擎天柱了。可以從峰會上面看出來，這一次竟然是連配件包一起做的。紙品一份拉頁的說明書，全部都是實物的照片，賊老長的。變形指示還挺詳細的。我們來看一下玩具的實物吧，其實做的還可以啊。推車滾動变形到位的話，8個輪子倒是都能接地。有人說，哎，每次看你滚动接地的时候，是不是真接地假接地啊？主要是台面太滑了，有的时候这种塑料硬轮子就不是很明显。其實推得慢一點，不打滑的話，還是可以看清楚的。斧子我們就拔下來。在動畫片裡邊，其實這個擎天柱它真的有車廂啊。在08動畫前幾集的時候，包括它的設定稿裡邊，都會有這個車廂柱子登場。但是很可惜，08動畫是一部爛尾之作，後邊嘛也相當於是吃了設定了。本身這個消防車廂後邊再也沒有登場。這一次重制版的08柱子啊，其實這個底子設計真的非常的不錯啊，我很喜歡這變形設計，而且 DNA 也給你做了一套這配件包，哎，裝上以後這車型的一體性很不錯啊，挺結實的。哎，包括包裹出來的樣子，其實也挺有眼的啊。側面這裡的一些花紋刻畫，也是和當時動畫片的設定概念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吧，柱子咱先不說多少錢啊，這套配件包好像360左右吧。但現在百威呢，把這一整套 K 下來，現在正式的定價還沒有下來，但是據說1XX，也就是說最高不超200塊，這一套就全有了。其實可以從車型的密合缝隙上面看到啊，這些縫隙对的還都是可以的。百威啊，它這個料子倒是偏軟的材質，不過模具的精度沒有什麼問題，变形到位的話，縫隙都对得很好。我们來變形一下，首先把車頭和車廂分離，就是這個扣子插的會很緊。尤其腳底的這兩個孔啊，無論是插車廂的這兩個樁子，還是最後合體馬甲的時候踩那兩個增高鞋墊子，這兩個孔插上去以後都特別的難拔開，感覺裡邊是嘬着氣兒的。其實能看到是一個6棱軸，但是也太緊了。如果說避免損壞的話，建議大家稍微的打磨一下。我們先來把車頭變形。08動畫的角色其實是挺難設計的，但是這一次重制版的這個08的擎天柱，我覺得在一些結構上邊，甚至於比老的一些設計還合理啊。畢竟技術已經進步了嘛，包裹出來的完整性還很好。側面這裡打開。百威版本這些插扣做的感覺都是偏緊，這一塊是一個鈎子啊，上下套合把它劃開，然後撇正，腿部雙段關節包過來，這一塊 Z 字折疊，可以說這一款也是官方近幾年非常良心的一個產品了。這個腿就能看出來360度旋轉，竟然沒有什麼頭膠空洞的地方，也是它的變形結構導致的。而且也能把這腿左右的兩個輪子都設定出來，就非常符合動畫片裡邊的形象了。腰身這裡拔開插扣，旋轉180度，先放在這兒。頭頂的蓋子整個脫開裡邊的插扣，往後掰讓出來。前方的胸甲打開，側面這裡的插扣，這也插得挺緊的。然後兩條手臂雙關節擼起來，側面的這一條深灰色打開，再根據根部的肩膀往下旋轉，包成這樣的一個曲線弧形。把這裡的關節都對正之後，這兒有一個小的插口，斜着把這一塊灰色的板件固定住，胸板的位置就可以放下來，邊緣這個黑色再往內收納一下。哎，這個曲線的過渡，胸口錯的真的挺好的這個底子。然後後方這裡 Z 字折疊，胳膊旋轉歸位，打開這個蓋子，把拳頭從裡邊掏出來，甚至小臂上邊都沒什麼头膠空洞的現象。都堵了起来。好了，也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变形過程。08柱子的这個主體部分我們就變好了，該有的可動這些細節做的都是不錯的。百威版本雖然說這個料子偏軟，但是這些軸的阻尼感很緊實，尤其它的一些扣子啊，我們剛才也說了，變形的過程中就能感覺到扣子會插得更緊。
胸口这一塊透明窗戶的刻畫裡邊的內構細節倒是也完全沒有省略。另外呢，就是這個底子好在哪兒呢？口罩這回做了一個後邊的開關，撥動一下，嘴板的臉也可以把口罩戴上來進行戰鬥的狀態。哦，真好，這個底子做的真不錯啊！斧子可以跟這樣插在手上，也可以把裡邊的斧柄拉長。因為胳膊的可動和手腕旋轉的關節也可以做成這個雙手持握的樣子。接着，咱們也是給它把馬甲穿起來。主體部分變形的時候，需要把手藏起來。我們收納一下。看這個車廂，其實和 DNA 原版最大的區別就是兩個炮管子這一塊沒有上塗裝，是藍色的注塑零件。原版 DNA 這兩塊是銀色的塗裝面。雲梯這一塊打開卡扣也是可以抬起來的，裡邊的這個炮口我們折疊收納起來，兩個肩炮順着这左右的扣子拆下來，翻起來裡邊的插樁，這兩條藍色的蓋子折疊貼合起來。在拆的時候注意啊，先打開這下方的兩個一大一小的插孔，接着前方這裡有3處的扣點，把這裡完全的拆鬆。這個還是在透明件上邊的啊，這扣子小心一些。全部拆開以後，就可以把這背包翅膀拿下来了，折疊一下，折過去以後自動變成了這個斜着向上翹的一個角度啊。稍微把這個折到這個上，噴嘴挪過來，打開後面的這一層蓋子，順着4點插孔把背包插進去。貼一下，這個背包扣合的還是很緊實的，倆肩炮順着這裡邊插上。接着來拆這一層。左右這裡把全套拔下來，前後的2個插點順着小臂側面的孔洞直接扣上去，上面的這一節雲梯蓋起來，把這一塊2個鈎子打開，雙腳打開，膝蓋甲打開立起來。在往出翻腳尖的時候注意，我們需要先把這塊的接地關節折開，避讓才可以把腳尖翻折出來。往上套腳丫子的時候，就是這個插點了。這一塊插進去啊，到了位以後會特別的緊啊。所以呢，要是你不想特別難拔出來，你就不要太插到底，或者說稍微的打磨一下。膝蓋前方的裝甲這兒有一個鈎子，往上掛一下，這個腳丫子我們就鎖定好了。然後雲梯的這一節也收納着它的武器，拔下來，下方的握把再拔開，把這個柄結合在一起哦，好緊吶！拳头裝上配件包以後，也可以4指打開，我們把大錘子給它握好。當然，這個雲梯也可以翻出前方的炮口，插在手裡邊當大炮使，但是這一面的偷胶會特別的明顯啊。確實，裝上配件包以後啊，效果的提升還是非常棒了。加長了手和腳，加上了背包以後，這個張力會特別的強。即使不裝配件包，它的身材比例問題也是不太大的。本身來說就是那種很美式卡通風格的08動畫身材啊，還能在變形結構上邊演繹出來08式的那種曲線風格。其實這個底子是很難能可貴的，再加上誠意做得很足，用緊緊的幾塊零件包裹出來一個360度沒有偷胶面的擎天柱，這個真的非常的不錯。小口罩的联動細節，再加上配件包融入了以後，既還原出來動畫片裡邊吞掉設定的消防車車廂，又能在人形狀態下加上飞翼配件包以後，哇，這個效果真的很拔群。唯一啊，就是現在炮口没有银色的塗装，而且缺少了 DNA 原版戴的那個大眼罩。除此之外啊，百威的模具精度了，包括它的用料材質啊，把玩起來倒是問題不大。做工方面最大的問題还是这些插扣偏緊。其實你能在變形的過程中，尤其在拆的過程中感受到这些插扣之間的一個阻尼感是相當的緊的。而且注塑的精度細節方面也可以，臉部造型不會顯得特別肉，胸口的這些細節刻畫也並沒有省略掉。其實最關鍵的還是百威這個東西的價格啊，本身這個品牌就主打的一個便宜。這一回本體的柱子加上配件包一套定價1XX，雖然沒有確定售價，但是
就像之前說的，怎么它都不会超过200塊。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其實你就把它當成給原版08柱子的一個配件包，其實這個性價比也是非常高的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百威08的飛翼柱子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